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。最近广西南宁衡州市发生严重的洪灾，据说是百年一遇，六兰水库溃坝加剧了灾情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前去救援。广西加油，希望广西以及救援的所有人都平平安安。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，请看视频。广西这次洪水有多猛，看这个画面你就知道了。广西衡州市一农贸市场附近，有一家三口被洪水困在屋子里，仅剩不足10厘米宽的狭小空隙维持呼吸。他们就这样撑了整整10个小时，如果不是消防人员及时赶到，连续奋战数小时，把他们成功救出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这场惊人的洪水要从7月3号登陆广西的台风美沙克开始说起。台风美沙克虽然风力不算强，但是与往年夏季经过广西的台风不同的是，它登陆之后并未迅速消散，而是保持完整结构北上，像一个移动缓慢、耐力惊人的暴雨制造机，持续给广西带来强降雨。因而，自7月4号开始，广西大部地区陆续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、局地特大暴雨，尤其是衡州市降雨量超出了400毫米，防城港、钦州以及北海市这3座城市的降雨量也达到了250到400毫米的范围。持续性暴雨导致多地都出现了汛期，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防城港市和衡州市。防城港是广西南部的一座滨海城市，连日倾盆暴雨加上沿海海水倒灌，导致城市洪涝严重。有居民说，不到2小时积水就达到了半层楼高。而造成衡州及周遭乡镇灾情严重的直接原因是6号早上的六兰水库决堤。六兰水库是衡州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，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，给予面积的1.95亿平方米。而根据广西气象台的数据，5号下午4点，衡州一带被250毫米以上降水区覆盖。按照石塘镇565毫米的降雨折算，整个流域24小时之内的总降雨体积超过了1.1亿立方米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台风在这一天之内往这座水库里灌了几乎整整1库的水，而水库的泄洪能力根本追不上积水的速度。而最致命的是，六兰水库是均质土坝，整道水坝只用了同一种粘性壤土分层碾压铸成，没有独立的防渗核心结构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限制，普遍采用了这种坝型。这种坝型最怕的就是水流漫过坝顶，因为高速水流会直接冲刷坝体，把土料成吨成吨的拨下来，几分钟内就能够撕开缺口。7月6号上午10点左右，六兰水库水位达到了116米，高出坝体1到2米，因而东坝头和大坝中间这2个最薄弱的部位瞬间被攻破，形成了溃口。而这2个溃口又刚好连着村庄。虽然村里早上6点就发布了洪水预警和撤退通知，但当1000万立方的洪水在几分钟之内泄下来时，很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更何况那些村庄里居住的大多是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，还有根本跑不动的孩子。在这样一场洪水当中，他们该怎么逃呢？1楼淹了，他们只能够退到2楼；2楼淹了，就爬上屋顶。在网友分享的洪水视频当中，有2个老人站在孤零零的屋顶上，四周全是浑浊的黄泥水，那水像一头随时会扑上来的巨兽，一个浪头就能够把他们吞没。他们拼命朝远处挥手，大声呼救，只希望有人能够来帮帮他们。洪水冲走了车子，冲垮了房子，更冲没了农民辛苦1年的盼头。衡州是世界茉莉花都，万亩茉莉花海，茉莉花销往世界各地，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这里。可现在那些茉莉花都被淹没了，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广告牌立在浑水当中。面朝黄土的辛劳，努力耕作的汗水，抵不过一场洪灾。就算洪水退了，这地里的收成、家里的生计，也不是10天半月就能够缓过来的。但是洪水再无情，咱们中国人有情，一方有难，8方支援。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，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，逐户搜救转移群众。广西消防调派了620名指战员，70艘舟艇赶赴灾区。据南方都市报报道，广东紧急集结了316名消防员，连夜奔赴了衡州灾区，成为第一个驰援广西的外省力量。同时国家多部委也迅速支持广西救灾工作。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，统筹做好群众的生活保障。茉莉奶白、农夫山泉、京东等企业也第一时间捐赠现金和救援物资。
一道道驰援力量跨越山海奔赴广西，从官方救援到民间助力，层层筑牢抗洪防线，最大限度地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。据最新的统计，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，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；宾阳县受灾群众的8606人，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。广西挺住，衡州防城港加油！愿洪水呢早日退去，愿所有人都能够平安。洪水过后一片狼藉，跟随南方都市报的镜头，我们看看广西部分地区灾后是什么样子的，以及受灾的老百姓在救援人员帮助下过得怎么样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也为那些支援救灾的人点赞。请看视频。今天我依旧在广西衡州洪水的救援现场，在洪水退去后的云表镇，这边的加油站附近成为了物资集散的地点，有水，有食物，有衣服，有日常的生活用品。我们也看到了各家单位、各类企业、公益团队以及志愿者队伍都在这里集合，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。我们是前天过来的，不用采访我。我问一下，这些衣服都是哪里来的呀？这是人家捐赠过来的。正三中。正三中。现在咱们杭州这边的话，就是每个中学或者每个单位都是派人过来的。对，然后教育局这边统计的，都往那些出不来的那些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等一下把它操纵哦。送给失联的群众，还没有吃到食物的群众，失联的群众。你来这边多久了？2天1夜。2天1夜啊。从哪里来的？从衡州。也都是衡州的。对，我们都是自发过来的。一天从几点开始忙碌到几点？没有时间不忙碌的，早上6点到现在都没有喝到盐。昨晚到凌晨4点。除了各家单位前来支援之外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个人自发性前来做志愿者。你是单位的还是怎么样？是个体。那为什么会想着来？我从昨天想着能帮点是一点，看到我们家人那样子泪崩了。从几号就开始参加救援了？对，从昨天凌晨开始，然后我们去配送物资，然后他们说缺这个空投的袋子，然后我们就自掏腰包，然后买了6000个这个袋子过来，这里给这个空投的那个飞机，就是我去买这个袋子，本来他是收钱的嘛，6毛钱一个，我买了2000个是1200块，然后他问我去干嘛，我说拿去应救灾，我说，然后他是1分钱没收我的，所以说非常感动啊。你现在的话是内心的有什么状态？是怎么想？空白的，没什么，只是想，反正帮一点是一点而已。虽然说很微薄的力量啦，就是没什么空白的，已经是空白的了。再往下走，我看到了云表镇年轻干部的担当。我想问问，你是来自哪里的？我是云表镇干部。云表村干部？对，云表镇干部。不用拍了。我现在就是想要说，沿途呢，昨天晚上没有分的物资，然后我们看见进去的群众，然后自发了就逐步分发，然后就拿进去，放在这里主要是怕浪费。这几天是不是没合眼？不重要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主要还是尽快的把物资送进去。现在你知道里面的情况是怎样吗？整条主干道是已经是通了，但是往这一个就是说往大梁方向再深一点，以及往这一个就是说甲减的下干那个方向，然后还有这边高塘的方向，水还是有点深。然后呢，已经组织官们进去清了，然后其他的群众呢，然后能够自救的也自发出来领取物资了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们是安排所有的这个物资车辆尽量往里面开，往镇中心开，往芙蓉开，往社区开。夜幕逐渐降临，在一线抗洪救灾的人们也会有一口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平时这里人手不够，我们就进来帮煮菜啊，自己
就自己带东西自己开车过来，就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。广西抗洪救灾云表镇的最新消息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平安。